Hello，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 STM32 入门教程。本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 STM32 的 GPIO 哈。本节课将会分为2个部分，总共4个小节。第一部分我们主要学习 GPIO 的输出，第二部分我们主要学习 GPIO 的输入啊。另外在第二部分我也会给大家讲一些 C 语言的知识。因为这个库函数里面用了大量的结构体、指针、枚举等知识，这些知识应该都算是 C 语言中比较高级的部分了啊。初学者可能比较难理解，那我们会在这一节的第二部分介绍，前半部分大家先跟着我来操作就行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程序的现象啊。本节课第一部分总共有3个程序，第一个是 LED 闪烁，第二个是 LED 流水灯，第3个是分明器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程序，编译下载。下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面包板上有一个 LED 正在不断的闪烁，这就是第一个程序的现象。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二个程序 LED 流水灯，编译下载。这时可以看到这里的8个 LED 正在以流水灯的方式不断循环点亮，这就是第二个程序的现象。接下来看一下第3个程序分明器啊，编译下载。这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分明器正在滴滴鸣响啊，这就是第3个程序的现象。我们回到 PPT， 先来看一下 GPIO 的理论部分啊。首先 GPIO 这4个字母是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的缩写，意为通用输入输出口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I/O 口。这个 GPIO 根据使用场景可以配置为8种输入输出模式，具体是哪8种模式我们等会儿再细说啊。GPIO 的引脚电平是0伏到 3.3 伏，数据0就是低电平，也就是0伏啊，数据1就是高电平，也就是 3.3 伏。部分引脚可容忍5伏，容忍5伏的意思是可以在这个端口输入5伏的电压，也认为是高电平啊，但是对于输出而言，最大就只能输出 3.3 伏，因为供电就只有 3.3 伏。具体哪些端口能容忍5伏，可以参考一下 STM32 的引脚定义啊。这里带 FT 的就是可以容忍5伏的，不带 FT 的就只能接入 3.3 伏的电压。这个我们在第1节也讲过哈。那 GPIO 在输出模式下可控制端口输出高低电平，用以驱动 LED， 控制分明器，模拟通信协议输出时序等。像我们刚才演示的 LED 和分明器的程序现象，就使用到了 GPIO 的输出模式。另外，在其他的应用场景，只要是可以用高低电平来进行控制的地方，都可以用 GPIO 来完成。如果控制的是功率比较大的设备，只需要再加入驱动电路即可。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用 GPIO 来模拟通信协议，比如 iPhone-C SPI 或者某个芯片特定的协议。我们都可以用 GPIO 的输出模式来模拟其中的输出时序部分。那 GPIO 在输入模式下，可读取端口的高低电平或电压，用于读取按键输入、外接模块电平信号输入、ADC 电压采集、模拟通信协议接收数据等。这个输入模式最常见的就是读取按键了，用来捕获我们的按键按下事件。另外也可以读取带有数字输出的一些模块，比如我们套件里的光敏电阻模块、热敏电阻模块等。如果这个模块输出的是模拟量，那 GPIO 还可以配置成模拟输入的模式，再配合内部的 ADC 外设，就能直接读取端口的模拟电压了。除此之外，模拟通信协议时，接收通信线上的数据也是靠 GPIO 的输入来完成的。那看完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 STM32 中 GPIO 的基本结构。下面这有一个框图，这就是 GPIO 的整体构造哈。
其中左边的是 APB2 外设总线，也就是这个 STM32 系统结构图的这个位置哈。在 STM32 中，所有的 GPIO 都是挂载在 APB2 外设总线上的，其中 GPIO 外设的名称是按照 GPIO-A、GPIO-B、GPIO-C 等等这样来命名的哈。每个 GPIO 外设总共有16个引脚，编号是从0到15。那 GPIO-A 的第0号引脚，我们一般把它称作 PA0， 接着第1号就是 PA1， 然后 PA2， 以此类推啊，一直到 PA15。GPIO-B 也是一样哈，从 PB0 一直到 PB15 这样来命名的。在每个 GPIO 模块内，主要包含了寄存器和驱动器这些东西啊。寄存器就是一段特殊的存储器，内核可以通过 APB2 总线对寄存器进行读写，这样就可以完成输出电平和读取电平的功能了。这个寄存器的每一位对应一个引脚哈，其中输出寄存器写1对应的引脚就会输出高电平，写0就输出低电平。输入寄存器读取为1，就证明对应的端口目前是高电平，读取为0就是低电平。因为 STM32 是32位的单片机啊，所以 STM32 内部的寄存器都是32位的，但这个端口只有16位，所以这个寄存器只有低16位对应的有端口，高16位是没有用到的。这个驱动器是用来增加信号的驱动能力的啊，寄存器只负责存储数据，如果要进行点灯这样的操作的话，还是需要驱动器来负责增大驱动能力的。那这些就是 GPIO 的整体基本结构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GPIO 中每一位的具体电路结构哈。那这个图就是 STM32 参考手册中的 GPIO 位结构的电路图了。其中左边这3个就是寄存器，中间这一部分是驱动器，右边这个就是某一个 L 的引脚了。整体结构可以分为2个部分，上面是输入部分，下面是输出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输入部分啊。首先是这个 L 引脚，这里接了2个保护二极管，这个是对输入电压进行限幅的。上面这个二极管接 VDD 3.3 伏，下面接 VSS 0伏啊。如果输入电压比 3.3 伏还要高，那上方这个二极管就会导通，输入电压产生的电流就会直接流入 VDD， 而不会流入内部电路，这样就可以避免过高的电压对内部这些电路产生伤害。如果输入电压比0伏还要低，这个电压是相对于 VSS 的电压哈，所以是可以有负电压的。那这时下方这个二极管就会导通，电流会从 VSS 直接流出去，而不会从内部电路汲取电流，也是可以保护内部电路的哈。如果输入电压在0到 3.3 伏之间，那2个二极管均不会导通，这时二极管对电路没有影响啊，这就是保护二极管的用途。接下来这根线就到了这个地方，这里连接了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下拉电阻，上拉电阻至 VDD， 下拉电阻至 VSS， 这个开关是可以通过程序进行配置的啊。如果上面导通下面断开，就是上拉输入模式，如果下面导通上面断开，就是下拉输入模式，如果2个都断开，就是浮空输入模式。那这个上拉和下拉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其实是为了给输入提供一个默认的输入电平的哈。因为对于一个数字的端口，输入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那如果输入引脚啥都不接，那到底是算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这就不好说了。实际情况是，如果输入啥都不接，这时输入就会处于一种浮空的状态，引脚的输入电平极易受外界干扰而改变啊，就像是一个物体悬浮在太空一样，它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受到一点扰动就会变化。为了避免引脚悬空导致的输入数据不确定，我们就需要在这里加上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了。如果接入上拉电阻，当引脚悬空时，还有上拉电阻来保证引脚的高电平啊。所以上拉输入又可以称作是默认为高电平的输入模式，下拉也是同理，就是默认为低电平的输入方式。
这就像是在太空的物体来到了地球上，如果不施加外力，由于重力的下拉作用，默认还是回到地面的哈。这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阻值都是比较大的，是一种弱上拉和弱下拉，目的是尽量不影响正常的输入操作啊。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是一个肖特基触发器，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施密特触发器哈。我查了英文的原文档，这里写的就是施密特触发器的英文，所以肖特基触发器应该是一个翻译错误。这个施密特触发器的作用就是对输入电压进行整形的。它的执行逻辑是，如果输入电压大于某一阈值，输出就会瞬间升为高电平；如果输入电压小于某一阈值，输出就会瞬间降为低电平。那举个例子啊，因为这个引脚的波形是外界输入的，虽然是数字信号，实际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各种失真哈。比如有这样一个波形，这是一个夹杂了波动的高低变化电平信号。如果没有施密特触发器，那很有可能因为干扰而导致误判。如果有了施密特触发器，那比如定一个这样的阈值上限和下限，高于上限输出高，低于下限输出低，这样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就是首先是低于下限，输出低，然后在这个位置高于上限，输出立即变为高。虽然在这里信号由于波动再次低于上限了，但是对于施密特触发器来说，只有高于上限或者低于下限，输出才会变化。所以此时低于上限的情况，输出并不会变化，而是继续维持高电平，然后直到下次低于下限时才会转为低电平。这里信号即使在下限附近来回横跳，因为没有跳到上限上面去，所以输出仍然是稳定的，直到下一次高于上限，输出才会变为高。那这就是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看到，相比较输入信号，经过整形的信号就很完美了。在这里使用了2个比较阈值来进行判断，中间留有一定的变化范围，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信号波动造成的输出抖动现象啊。接下来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整形的波形就可以直接写入输入数据寄存器了。我们再用程序读取输入数据寄存器对应某一位的数据，就可以知道端口的输入电平了。最后上面这还有2路线路，这些就是连接到片上外设的一些端口，其中有模拟输入，这个是连接到 ADC 上的，因为 ADC 需要接收模拟量，所以这根线是接到施密特触发器前面的哈。另一个是复用功能输入，这个是连接到其他需要读取端口的外设上的，比如串口的输入引脚等。这根线接收的是数字量，所以在施密特触发器后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输出的部分。数字部分可以由输出数据寄存器或片上外设控制啊。2种控制方式通过这个数据选择器接到了输出控制部分。如果选择通过输出数据寄存器进行控制，就是普通的 L 口输出，写这个数据寄存器的某一位就可以操作对应的某个端口了。那左边还有个叫做未设置清除寄存器，这个可以用来单独操作输出数据寄存器的某一位，而不影响其他位哈。因为这个输出数据寄存器同时控制16个端口，并且这个寄存器只能整体读写哈，所以如果想单独控制其中某一个端口而不影响其他端口的话，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操作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先读出这个寄存器，然后用按位与和按位或的方式更改某一位，最后再将更改后的数据写回去。在 C 语言中就是与等于和或等于的操作。这种方法比较麻烦啊，效率不高，对于 L 口的操作而言不太合适。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设置这个未设置和未清除寄存器。如果我们要对某一位进行至1的操作，在未设置寄存器的对应位写1即可，剩下不需要操作的位写0，这样它内部就会有电路自动将输出数据寄存器对应位置为1，而剩下写0的位置保持不变哈，这样就保证了只操作其中某一位而不影响其他位，
并且这是一步到位的操作。如果想对某一位进行清零的操作，就在未清除寄存器的对应位写1即可，这样内部电路就会把这一位清零了。这就是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这个未设置和未清除寄存器的作用。另外还有第三种操作方式，就是读写 STM32 中的位带区域。这个位带的作用就跟512单片机的位寻址作用差不多哈。在 STM32 中专门分配的有一段地址区域，这段地址映射了 RAM 和外设寄存器所有的位。读写这段地址中的数据，就相当于读写所映射位置的某一位。这就是位带的操作方式。这个方式我们本课程暂时不会用到，我们的教程主要使用的是库函数来操作的。库函数使用的就是读写未设置和未清除寄存器的方法。那我们继续看，接下来输出控制之后就接到了2个 MOS 管，上面是 PMOS， 下面是 NMOS。这个 MOS 管就是一种电子开关哈，我们的信号来控制开关的导通和关闭。开关负责将 L 口接到 VDD 或者 VSS， 在这里可以选择推挽、开漏或关闭3种输出方式。在推挽输出模式下， PMOS 和 NMOS 均有效。数据寄存器为1时，上管导通，下管断开，输出直接接到 VDD， 就是输出高电平啊。数据寄存器为0时，上管断开，下管导通，输出直接接到 VSS， 就是输出低电平。这种模式下，高低电平均有较强的驱动能力，所以推挽输出模式也可以叫强推输出模式啊。在推挽输出模式下， STM32 对 L 口具有绝对的控制权，高低电平都由 STM32 说了算。在开漏输出模式下，这个 PMOS 是无效的啊，只有 NMOS 在工作。数据寄存器为1时，下管断开，这时输出相当于断开，也就是高种模式。数据寄存器为0时，下管导通，输出直接接到 VSS， 也就是输出低电平啊。这种模式下，只有低电平有驱动能力，高电平是没有驱动能力的。那这个模式有什么用呢？这个开漏模式可以作为通信协议的驱动方式，比如 iPhone C 通信的引脚就是使用的开漏模式哈。在多机通信的情况下，这个模式可以避免各个设备的相互干扰。另外，开漏模式还可以用于输出5伏的电平信号啊，比如在 L 口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到5伏的电源，当输出低电平时，由内部的 NMOS 直接接 VSS， 当输出高电平时，由外部的上拉电阻拉高至5伏，这样就可以输出5伏的电平信号，用于兼容一些5伏电平的设备。这就是开漏输出的主要用途。剩下的一种状态就是关闭，这个是当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的时候，这2个 MOS 管都无效，也就是输出关闭，端口的电平由外部信号来控制。那这些就是 GPIO 位结构的全部介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GPIO 的8种工作模式。那通过配置 GPIO 的端口配置寄存器，上面这个位结构的电路就会根据我们的配置进行改变，比如开关的通断、NMOS 和 PMOS 是否有效、数据选择器的选择等。那这个端口的电路就可以配置成以下8种模式，分别是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模拟输入、开漏输出、推挽输出、复用开漏输出和复用推挽输出。我们依次来看一下，首先是前3个。浮空输入、上拉输入和下拉输入，这3个模式的电路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区别就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连接，它们都属于数字的输入口，那特征就是都可以读取端口的高低电平。当引脚悬空时，上拉输入默认是高电平，下拉输入默认是低电平，而浮空输入的电平是不确定的，所以在使用浮空输入时，端口一定要接上一个连续的驱动源，不能出现悬空的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3种模式的电路结构。这里可以看到，在输入模式下，输出驱动寄存器是断开的，端口只能输入而不能输出。上面这2个电阻可以选择为上拉工作、下拉工作或者都不工作，对应的就是上拉输入、下拉输入和浮空输入。
然后输入通过施密特触发器进行波形整形后，连接到输入数据寄存器。另外右边这个输入保护这里，上面写的是 VDD 或者 VDD-FT， 这就是 3.3 伏端口和容忍5伏端口的区别。下面可以看到，这里说 VDD-FT 对5伏容忍 I/O 角是特殊的，它与 VDD 不同啊。至于怎么个特殊法，手册也没有说，咱也不用管哈，就知道一下。这个容忍5伏的引脚，它的上边保护耳机管要做一下处理，要不然这里直接接 VDD 3.3 伏的话，外部再接入5伏电压，就会导致上边二极管开启啊，并且产生比较大的电流，这个是不太妥当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一个模拟输入哈，特征是 GPIO 无效，引脚直接接入内部 ADC。这个模拟输入可以说是 ADC 魔术转换器的专属配置了哈。我们看一下模拟输入的结构，这里输出是断开的，输入的施密特触发器也是关闭的无效状态，所以整个 GPIO 的这些都是没用的啊，那就只剩下这一根线了，也就是从引脚直接接入片上外设，也就是 ADC。 所以当我们使用 ADC 的时候，将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就行了，其他时候一般用不到模拟输入。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这两个电路结构也基本一样，都是数字输出口，可以用于输出高低电平。区别就是开漏输出的高电平呈现的是高阻态，没有驱动能力，而推挽输出的高低电平都是具有驱动能力的。那这两种模式的电路结构就是这样的。这时候输出是由输出数据寄存器控制的，这个 PMOS 如果无效就是开漏输出，如果 PMOS 和 NMOS 都有效就是推挽输出。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输出模式下输入模式也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刚才的电路图在输入模式下输出都是无效的，这是因为一个端口只能有一个输出，但可以有多个输入哈。所以当配置成输出模式的时候，内部也可以顺便输入一下，这个也是没啥影响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复用开漏输出和复用推挽输出，这俩模式跟普通的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复用的输出引脚电平是由片上外设控制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模式的结构，可以看到通用的输出这里是没有连接的，引脚的控制权转移到了片上外设，由片上外设来控制。在输入部分，片上外设也可以读取引脚的电平，同时普通的输入也是有效的，顺便接收一下电平信号啊。其实在 GPIO 的这8种模式中，除了模拟输入这个模式会关闭数字的输入功能，在其他的7个模式中，所有的输入都是有效的啊。那这些就是 STM32 GPIO 的全部介绍了。接着我们再打开这个 STM32 的参考手册，大概的看一下这个手册。我们打开这个 GPIO 和 AFIO 这一章，我们本节只讲 GPIO、AFIO 以后再讲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册上来就说了 GPIO 的8种工作模式，那下面就是介绍这些模式的哈，我刚才也给大家讲过，剩下的还有一些没讲到的点，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手册。然后这里有外设的 GPIO 配置，当我们使用这些片上外设的引脚时，可以参考这个表里给的配置哈。最后就是 GPIO 的寄存器，首先是 GPIO 配置寄存器，每一个端口的模式由4位进行配置啊，16个端口就需要64位，所以这里的配置寄存器有2个，一个是端口配置低寄存器，一个是端口配置高寄存器。具体怎么配置的可以参考一下下面这个介绍啊。另外这里还多出来一项 GPIO 输出的速度哈，这个在结构图里并没有说这个速度这个参数，这个 GPIO 的输出速度可以限制输出引脚的最大翻转速度哈，这个设计出来是为了低功耗和稳定性的哈，我们一般要求不高的时候直接配置成50兆赫兹就可以了哈。然后是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这个就是 PPT 中的这个寄存器，里面的低16位对应16个引脚，高16位没有使用。然后是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也就是这个寄存器啊。同样，低16位对应16个引脚，高16位没有使用。接下来是端口未设置清除寄存器，也就是这个寄存器啊。这个寄存器的高16位是进行未清除的，低16位是进行未设置的。写1就是设置或者清除，写0就是不产生影响啊。下面这里还有一个端口未清除寄存器，这个寄存器的低16位和上面这个寄存器的高16位功能是一样的。那为啥还要有这个寄存器呢？这个是为了方便操作设置的哈。如果你只想单一的进行未设置或者未清除，那未设置时用上面这个寄存器，未清除时用下面这个寄存器。因为在设置和清除时使用的都是低16位的数据，这样就方便一些。如果你想对多个端口同时进行未设置和未清除，那就使用第一个寄存器就行了，这样可以保证未设置和未清除的同步性。当然，你要对信号的同步性要求不高的话，先进行未设置再进行未清除也是没问题的。最后一个就是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这个可以对端口的配置进行锁定，防止意外更改哈。使用方法看介绍，这个我们暂时用的不多。那有关 STM32 内部的 GPIO 外设我们就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STM32 外部的设备和电路。首先是 LED 和分明器介绍这些，相信大家对这些东西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我就快速的过一下啊。那 LED 就是发光二极管，正向通电点亮，反向通电不亮。下面这个就是 LED 的电路符号，左边是正极，右边是负极。这个是 LED 的实物图。如果是引脚没有剪过的 LED， 那其中长角是正极，短角是负极。通过 LED 内部也可以看正负极啊。这里较小的一半是正极，较大的一半是负极，这就是 LED。接下来就是分明器了。分明器分为有源分明器和无源分明器。有源分明器就是内部自带振荡源，将正负极接上直流电压即可持续发生，频率固定。我们本视频用的就是下面这个图所示的有源分明器。右边是它的内部电路，这里用了一个3极管开关来进行驱动。我们在 VCC 和 GND 分别接上正负极的供电，然后中间这个引脚接低电平，分明器就会响，接高电平，分明器就关闭。那这里有文字说明，写的是低电平触发哈，这就是有源分明器的用法。另外还有无源分明器，它是内部不带振荡源，需要控制器提供振荡脉冲才可发生，调整提供振荡脉冲的频率，可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这个我们在5摇单片机的教程已经使用过了，本视频暂时不会涉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LED 和分明器的硬件电路啊。这边左边2个图是使用 STM32 的 GPIO 口驱动 LED 的电路，其中上面这个是低电平驱动的电路。LED 正极接 3.3 伏，负极通过一个线流电阻接到 PA0 上。当 PA0 输出低电平时， LED 两端就会产生电压差，就会形成正向导通电流，这样 LED 就会点亮了。当 PA0 输出高电平时，因为 LED 两端都是 3.3 伏的电压，不会形成电流，所以高电平 LED 就是熄灭。这里的线流电阻一般都是要接的哈，一方面它可以防止 LED 因为电流过大而烧毁，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调整 LED 的亮度。如果你觉得 LED 太亮比较刺眼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大线流电阻的阻值。当然我们本课程使用面包板插接 LED 的话，为了简化电路就省去了这个线流电阻，大家自己设计电路的时候要注意加上啊。下面这个图就是高电平驱动的电路， LED 负极接到 GND， 正极通过一个线流电阻接到 PA0 上，这时就是高电平点亮，低电平熄灭了。那这2种驱动方式应该如何选择呢？这就得看这个 L 口高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如何了。我们刚才介绍，这个 GPIO 在推晚输出模式下，高低电平均有比较强的驱动能力，所以在这里这2种接法均可哈。但是在单片机的电路里，一般倾向使用第一种接法，因为很多单片机或者芯片都使用了高电平弱驱动、低电平强驱动的规则哈，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高低电平打架。所以如果高电平驱动能力弱，
那就不能使用第二种连接方法了。接着看右边的分明器电路，这里使用了三极管开关的驱动方案。三极管开关是最简单的驱动电路了，对于功率稍微大一点的，直接用 L 口驱动会导致 STM32 负担过重，这时就可以用一个三极管驱动电路来完成驱动的任务。上面这个图是 PNP 三极管的驱动电路，三极管的左边是基极，带箭头的是发射极，剩下的是极电极。它左边的基极给低电平，三极管就会导通，那通过 3.3 伏和 GND 就可以给分明器提供驱动电流了。基极给高电平，三极管截止，分明器就没有电流。下面这个图是 NPN 三极管的驱动电路，同样左边是基极，带箭头的是发射极，剩下的是极电极。它的驱动逻辑跟上面的是相反的，基极给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断开。另外注意一下，这个 PNP 的三极管最好接在上边， NPN 的三极管最好接在下边哈。这是因为三极管的通断是需要在发射极和基极之间产生一定的开启电压的。如果你把负载接在发射极这边，可能会导致三极管不能开启哈。那这些就是 STM32 外部的设备和电路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面包板的使用方法。那这里第一个图就是面包板的正面了，下面这个是把它背面的双面胶撕掉的样子哈。这里一条一条的就是面包板内部的金属爪，右边这个图就是这个金属爪的示意图。当我们把原件的引脚插到面包板的孔里后，它内部的金属爪就会夹住引脚。再看一下背面的图，我们可以发现金属爪的排列规律是，中间的金属爪是竖着放的，上下4排是连在一起的4个整体的金属爪，那就对应这个面包板孔的连接关系，就是在这里竖着的5个孔内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原件插在一纵排的不同孔位时，内部的金属爪就实现了线路的连接，而上下4排孔整体是连在一起的。这4排是用于供电的，这里也标的有，第一排是正极，第二排是负极，第3排也是正极，第4排也是负极哈。如果我们需要供电，就从上下的孔位中用跳线引出来即可。另外再说明一下，这个供电的引脚，有的面包板并不是一整排都是连接的哈。我以前用的面包板，这中间这4个地方都是断开的哈。如果是断开的，就需要像这样，在中间用跳线把两边连在一起。当然我这次拆开的面包板内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哈，还挺意外的。然后我们举个例子来演示一下面包板的使用哈。如果我们要用这个面包板实现电源直接点亮一个 LED 灯的电路，就可以这样连接。首先把上面2排的供电引脚接上电源的正负极，然后用跳线将正极引下来到这个孔里，然后再纵向下面的孔，横着插一个限流电阻到右边的这个孔，接着再在右边纵向上面的孔，横着插一个 LED 到右边的这个孔，然后再用跳线把右边引到负极。这样整个电路的电流就是从电源正极出来，通过金属爪到这里，再通过跳线到这里，再通过金属爪下来，然后通过电阻，再通过金属爪上去，然后通过 LED， 最后通过金属爪到跳线，然后从这里接回负极。这样就用面包板实现了电源直接点亮一个 LED 灯的电路。这就是面包板的基本使用方法啦。好，那我们本小节就到这里。下一小节我们将用面包板连接电路，然后写程序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